可是这个实习生只要蓝忘机带他，或者说是除了蓝忘机，谁都带不了他。见蓝曦臣来了，蓝忘机恭敬地跟他打了声招呼，也不顾自己有没有喝过水，便给他先倒了一杯。他道：“兄长。”蓝曦臣点了点头，面上带着温润的笑，知道蓝忘机忙，他也就话不多说，直接道：“忘机，实习生，我给你带来了。”蓝忘机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见从蓝曦臣身后冒出一张年轻俊秀的脸来。那人面上带着笑，不似蓝曦臣那般温润如水，倒更像是夏日的骄阳，看起来灼目又耀眼。他的刘海微微有些长了，遮住了一半明亮的双眼，可即便是这样，他目光中的欣喜也毫无保留地传到了蓝忘机眼里。那人笑着对他说：“蓝老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蓝忘机看着那张笑意盈盈的脸，浅琉璃色的眼眸微微烁起波光。怎么会不记得？是魏无羡，又怎么会忘？2年前，蓝启仁受邀到岐山开学术大会，然而他带的研究生实在耽误不得，便叫蓝忘机来帮他带几天课。那时蓝忘机刚从国外博士毕业回来，简历投了，但结果还没出，刚好有几天等待的空余时间，他便欣然接受了。当天他就见到了这个让他自己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人，魏无羡。这个人他有所耳闻，用蓝启仁的话来说，他天赋超群，就是不务正业，是个不让人省心的料。曾经一句管家属那么多做甚，医生嘛，只负责救命就好，惹得蓝启仁破口大骂，说他大逆不道，罔顾人伦，甚至还生生病了几天。但蓝忘机却觉得这句话不无道理。的确，有了家属的支持，他们手术时的压力确实是能小一些，可如果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，光听那些迂腐死板的外星人的意见，也真的是会出人命的。那是性命与责任之间的博弈，是良心与权力之间的斗争，但很多时候，它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不遵从家属意见，轻则患者方面不理解，投诉受罚，重则引发医患矛盾，给整个医院带来困扰。在魏无羡心里，他们医生本就是为治病救人而生的，凭什么要被一张单子掣肘？要真是这样，还要医生来做什么？家属意见那么硬，手术他们自己做好了，要孩子还是要产妇，要肾还是要命，他们自己看着办，医院关门得了。这种想法很好，很单纯，但可惜很多时候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有些事不是你想就能做到。他们处在一个腹背受敌的境况内，前有死神虎视眈眈，后有家属凶神恶煞，就是这张令人厌恶的单子，成了能让他们苟活的一道夹缝，能让他们少担责任，甚至不担责任。蓝忘机理解魏无羡，可惜他们一样都是笼中人，只能眼看着外面草长莺飞，却从来不能亲身体会。外面的光彩不是现实，而是理想。他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人，很出色，很耀眼，就像是盛夏的骄阳，即便不去注意，也能感受到他所散发的光芒。这个人造诣很高，大胆又谨慎，可以想他人之不敢，做他人之不能，就连让很多人抓耳挠腮的毕业论文，他也做得十分出色。可不知为何，他总是喜欢缠着自己，有些时候是关于学术，这他可以理解，也都能解答，但更多时候，他会问自己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让人感到匪夷所思。比如有一次，魏无羡非要缠着他和他一起吃饭，那人趴在桌面上，一双眼睛亮晶晶的，就这样盯着他，直看得他浑身难受。这时魏无羡突然道：“蓝老师，你知不知道狗狗一进门为什么要左右看呢？”蓝忘机不疑有他，下意识把这个问题归到了生物行为学范畴，想从宠物和饲主的利他关系方面来解答，结果他面色严肃地说了半天，却见魏无羡眼里含着笑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很好玩的事情一般，然后笑着对他说：“因为狗狗不能同时看两边啊。”蓝忘机从小到大都没受人这样调侃过，当即说一声胡闹，就要端着餐盘到别的地方去。可谁料魏无羡突然扯住了他的袖子，就连面色也跟着凝肃起来。他就这样看着蓝忘机，眼睛里没有玩笑，也没有戏谑，甚至还有些严肃。他说：“蓝老师，别走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在一起这个概念太模糊了，是想和他一起吃饭，还是其他方面的在一起？蓝忘机怔住了，
一直以来喜欢他的也不在少数，但那些人往往是躲在暗处，不敢出来露面。这是他第一次被人这样直率的表白，他难以置信，却也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端着餐盘，仓促之间也不顾碗里面装的汤会不会洒出来，挣开他的手，落荒而逃。这件事后，两人之间就像是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一般。魏无羡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黏着蓝忘机，可他却开始避而不见。但魏无羡不是傻，他能察觉到了自己的冷淡，那种表白失败的失落几乎是遮掩不住。但他自己也明白，再纠缠下去蓝忘机可能会更烦他，于是也便不再跟着了。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爱意是怎么也藏不住的。蓝忘机好几次看到过他的眼神，那里的情意深厚，几乎要把他溺亡在那一泓清泉里面。可他不敢面对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对魏无羡是怎样的一种看法，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，却有如拔地而生大树一般，求根粗硕，难以根除。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日魏无羡所说的话，但是最后他也没能明白这3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很快，蓝启仁回来了，他工作的 offer 也下来了，是全国最好的3甲医院之一。蓝曦臣在那里做院长，他从急诊科医生开始做。他知道那里很忙，也最容易看到生离死别，可他不在意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职责所在，更是想要逃开那一直纠缠着他的魔咒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怎么能忘？一看他的眼神，魏无羡便知道他还记得自己，心里一下子被一股饱胀的满足感填得严丝合缝。魏无羡笑嘻嘻地从蓝曦臣身后出来，坐在蓝忘机对面，高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老师你还记得我。”蓝忘机目光闪烁着点了点头，嗯了一声。蓝曦臣见这两人还算熟络，安顿了几句便走了。然而他这一走，室内的气氛又开始诡异起来。但其实这也怪不得蓝忘机，认识谁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跟自己表白未遂学生，心里都不会好过到哪里去。他下意识的想要走，可惜魏无羡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。他已经错过1次了，不会再错过第2次。于是魏无羡十分随意地关上了门，只留下自己与蓝忘机共处一室。蓝忘机看着他的动作，惊道：“你……”可魏无羡却并不管这些，他笑意盈盈地坐到蓝忘机对面，自顾自地跟他说起话来：“蓝老师，你一会儿要去干什么呀？”蓝忘机实在觉得这样的气氛很难受，他端坐着掩饰自己的不适与尴尬，随手翻开一本病历，故作冷淡道：“职业，明早去查房。”魏无羡没想到他对自己这么狠，连轴转1天都不嫌累，他惊讶地张大嘴道：“这么忙？”蓝忘机瞥他一眼道：“不适应？”“不是，怎么会，我最不怕的就是忙了。”魏无羡笑得很扭曲：“妈的，让他一个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人24小时工作，这他妈是个人都想不出来吧？”